呃，大家好，我叫于凤宝，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主题，什么是幸福人生？那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主题呢？主要是为了回答六个问题：第一，人为什么而活着？第二，华夏为什么有5000年的文明史？第三，什么是道德？第四，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第五，人为什么会生病？第六，什么是正确的金钱观？那分享完之后，我们将要做到什么呢？第一，落实百孝善为先；第二，了解儒家、道家、释家的主要思想；第三，懂得只有落实《弟子规》才能做好中国人；第四，感悟你才是自己的命运设计师。本分享分为5大模块：第一，孝顺父母；第二，仁爱和平；第三，落实《弟子规》；第四，预防疾病；第五，改变命运。人为什么活着呢？我来探讨一下。其实有很多人是为了享乐，为了吃，为了穿的更好看，吃的天下所有的好吃的东西，为了享乐住更大的房子，住别墅，开豪车，或者是甚至享乐吸毒，嫖娼，对吧？什么事都做，然后他们觉得这样是开心，这样是活着的意义，对吧？其实这样不是不正确的。那我这里的观点就是，不是为了自己享乐而活着，而是为了报答父母的恩情。在《黄帝内经》里面有提到，就是女人血液下行为例假，血液上行为乳汁，又叫红乳和血乳。所以呢，女人就是在生完孩子给小孩哺乳的期间呢，她是没有例假的，没有月经的，因为她这个血液是在上行变成了乳汁。那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喝了妈妈500斤的鲜血长大的。那这个之前呢，就是有个为著名的卓导演，他储存了夫人乳汁2小罐这个乳汁啊，然后20年之后作为嫁妆送给他的两个女儿，就是当时封起来的时候是乳白色的，然后过了20多年之后拿出来，然后它是变成血红色，已经变成鲜血的颜色了。两位女儿就是跪在那里的，就是泪流满面。所以呢，我们要报答妈妈的这个养育之恩。那这个世界上，父母呢是唯一不可复制的文物，所以我们要在他们健在的时候呢，要孝顺。人生最可悲的是什么？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孟子《梁惠王上》有提到，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刚刚提到个人，现在是他人。那我们就是孝敬自己的父母，然后推广到孝敬别人的父母，然后关爱自己的子女，推广到关爱别人的子女。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那这个孝悌，对吧？孝和悌是多么的重要。孝敬父母，悌就是这个兄弟姊妹要处好关系，要相互和睦。我们在讲这个人为什么活着，对吧？就是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什么让人一直支撑着他去活着？那在二战的时候呢，有一艘船，这个船出事了，然后呢就是船沉了，但是这些士兵呢会游泳，然后他们使劲的游，岸边呢是非常的遥远，看不见。但是后来人们研究就是生还的这几个士兵啊，发现这几个士兵都是
结过婚的，然后有小孩有妻子在家里，对吧？就是说，那些淹死的那些士兵呢，都是没有结过婚的，对吧？所以就是说，他们结过婚的有妻子和儿女在家里等待着他们，所以这种毅力啊、坚持啊、支撑着，对吧？他们一直游下去，然后创造了奇迹，生还了。而那些就是没有支撑着的这个信念的这些士兵呢，没有结过婚的士兵，他们最终就死掉了，对吧？那再推及到从个体推及到他人，然后推及到社会，那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呢？是为了服务于人民，就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而活着。就是北宋的有个大家叫张载，他提到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地是没有心的，那我们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上天有好生之德，生生不息。这个我们不可以暴殄天物，不可以杀生，要慈悲为怀，要仁爱和平，然后为往圣继绝学，一些圣贤的一些书籍、圣贤的一些道理，我们要继承下来，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我们修好身齐好家，每个人都齐好家，那就是治国了，天下就太平了。华夏为什么有5000年的文明史呢？那文明古国，对吧？4大文明古国最后只剩下了中国中华民族。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中国呢有这个儒家、道家和释家这个思想，这个伟大的思想呢，就绵延了这个5000年的这个文化，然后就是儒家主要思想是什么呢？那儒家主要讲人与人怎样相处的问题。你会和人相处吗？那儒家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吧？那刚刚提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你想做好这个后面的，你首先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是我们不可以太贪恋，对吗？然后儒家又提到仁爱和平，讲的是仁义礼智信，然后要五伦，要五伦就是什么是五伦呢？就是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如果这个五伦没有秩序的话，那就怎么样？就是伦常乖舛，利剑消亡。就是说，比如说儿子打父亲，对吧？就是或者是儿子不赡养这个老父亲，对吧？长幼没有了秩序，不会尊老爱幼，对吧？夫妇没有区别，比如说这个比较通俗的就是，公鸡是打鸣的，对吧？母鸡下蛋、孵蛋，那如果母鸡去打鸣了，对吧？公鸡在家里孵蛋，那这个肯定就乱了秩序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君臣有义，现在没有君臣了，现在的君臣就是老板跟员工，对吧？就是老板他搭建这个平台，对吧？那我们肯定要讲义气，在这个平台上面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然后做出贡献，那不可以做不义的一些事情，对吧？
不可以做出卖公司的这个事情。朋友有信，说到要做到，朋友之间要讲信用。还有就是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就是说怎样跟人相处嘛，对吧？遇见能人干大事，遇见好人干好事，遇见坏人不坏事。不要得罪小人，对吧？就是那个能人很有能力，那我们跟他在一起就干一些大事情。遇到好人呢，我们就跟他做一些好事。如果遇到坏人呢，就这些小人，我们不要得罪他，就尽量做到不坏事。不然的话，你得罪了小人，那他会记住你一辈子，他的时时刻刻会去坏你的事情。水低成海，人低为王。所以呢，就是人不可以有傲气，要谦卑，要有敬畏之心。孔子最优秀的这个学生，孔子认为他是颜回，因为颜回他的有2项品德，一个是不迁怒，第二是不贰过。不迁怒就是从来不迁怒于人，不贰过，做过的错事情他不会再做第2遍。诸事不顺皆因亏孝，智慧不开皆因亏师，财源不兴皆因亏妻。这个大家好好体会一下。我们要孝顺，不然的话诸事都会不顺。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那我们要增进师长就是别人有优点的地方我们就去学习，对吧？如果我们不向别人学习的话，那我们智慧就不开，就会对吧？就会很愚笨。财源不兴皆因亏妻，我们要对自己的老婆好，要对夫人好，不可以打骂呀，或者是侮辱啊，对吧？甚至在外面包二奶或者是对吧，做一些对不起自己妻子的事情，不然的话你财源不兴。举个例子，比如说王石，对吧？或者是这个其实有很多这种例子，都是因为婚姻破裂，然后导致财源不兴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犯了这种算是婚外恋这种邪淫，对吧？那财源不可能兴旺。然后1988年，这个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这些人类智慧的骄子们，面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恐怖主义、诚信缺失、秩序错乱等等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然后发出了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回到2500年前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的宣言。可见就是这些诺贝尔文学奖全球的精英他们也是非常认可我们孔子的一些学说，儒家思想。那道家，什么是道家的主要思想是什么？道家主要讲人与自然怎样和谐相处的事情。你会和自然和谐相处吗？道家它的这个图它是个阴阳鱼，那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女一个子合在一起为好，女子代表阴，男子代表阳，阴阳和谐，万物复兴一个是男子，一个是女子的意思。男人是风，女人是水，夫妻和谐就是上等风水。别人说你家风水不好，那对吧？不是你房屋建筑的风水不好，现在房屋建筑对吧，都是很通风。他是说你的夫妻不和谐，所以导致风水不好。那夫妻为什么吵架呢？各相责则天翻地覆，各自责则天清地宁，所以不可以相互责难应该自己找原因，对吧？女人是一所大学，任何优秀的男人都是女人的优秀导致的。
孩子多么优秀，也是太太辛苦付出的。太太属于无名英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什么意思呢？人在大地上生存啊，就是遵守大地万物生息作息、生长作息的规则。大地成天，万物的生长、繁衍和迁徙是依据自然气候的变化而进行的。自然气候天象变化，遵从宇宙间的大道运行，而宇宙间的大道则是世间万物本来的样子。第一，与国和，就是遵守国家法律规定。第二，与父母和，就是敬父如天，尊母如地，尊敬父母的天地庇佑。顶撞父母呢，就是顶撞天地。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个人他的相貌啊，会渐渐由他的思想会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一个人慈眉善目，他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喜欢微笑、喜欢做善事的，思想非常善的这个人，三观特别正的这个人。一个人他凶相，对吧？很恶，那说明这个人他的邪念比较多，经常做坏事。因为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就最终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江本胜博士水试验，保护好体内的水分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江本胜是日本的一个博士，他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将就是几个国家的，分别用几个国家的语言法、意、西、德，对吧？日，然后中国，然后的语言在一个小瓶子上面贴这个纸，这纸上面写什么呢？就是我恨你，我讨厌你，杀死你，这些是负面的，然后放在这边，然后在这边的瓶子上面贴就是我爱你，妈妈的味道，然后我好喜欢你，对吧？然后呢，这里面都瓶子里面都装满水，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去显微镜去查看这些瓶子里面水分子，发现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相差比较大。然后这个左边的这个写着就是我恨你，我讨厌你，我要杀死你的这个瓶子里的水分子呢，它就是非常的丑陋，对吧？混浊一片，没有任何规律，非常难看，对吧？那在右边的这个水分子呢，就是形成一种非常有规则的花瓣的形状，非常剔透晶莹，非常好看，对吧？那这个作为矿物质的这个水分子都可以感受到人的这个负的这个能量，人的语言，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语言都是这样。因为江本胜博士就是针对这个试验，每一个试验都做了10万次以上，对吧？10几万次的这种试验，都证明了这个道理。所以矿物质都对人的这种负能量、正能量有感知，可见就是我们要心存正念，最终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人生要三和：第一，家和万事兴；第二，和气生财；第三，和为贵。改变命运的三部曲：第一，改过忏悔；第二，积德行善；第三，谦卑恭敬。幸福生活取决于一个人的自律和自控，自控力越强，幸福感越强。刚刚说了，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所以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思想，不可以有邪念，一定要三观正，这样最终才会决定我们好的命运。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对吧？就是会出现怎么样呢？就是本来这个正常的这个秩序就是思想它是君王，然后心就是宰相，行为就是士兵。那正常就是君王下命令给宰相，宰相对吧？拿着这个正确的这个命令，然后让士兵去执行。如果是
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会出现什么？就是士兵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士兵以挟天子，号令诸侯，就非常的乱。所以要弘扬正能量，做个有福人。珍惜才能拥有，感恩才能天长地久，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这是因果。种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君子他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道，对吧？这个自然规律，他遵循了这个自然规律，所以呢，他有着很好的命运，他会成为人杰，他会成为伟人圣人，对吧？那小人为什么冤枉做小人呢？因为他不懂得这个道，不懂得这个自然规律，所以呢，他想做什么做什么，不自律，然后作恶多端，导致了他的命运非常的乖舛，对吧？3孝人生，第一孝廉，第2孝顺，第3效仿圣贤。易经里面整部易经说了什么？易经就是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我们再说一下释迦，释迦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呢？释迦告诉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这个问题。那你知道人是从哪里来的吗？要到哪里去吗？释迦一直在宣传这个慈悲为怀，就是仁爱和平。他相信因果报应，就是释迦牟尼当时他不是创造了因果，他是发现了因果。因果是个自然规律，种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人有贪嗔痴，此3毒残害身心，使人沉沦于生死轮回，为恶之根源。贪呢，对顺的境界起贪爱，非得到不可，否则心不甘情不愿。嗔对逆的境界生嗔恨，没称心如意就发脾气，不理智，意气用事。痴不明白事理，是非不明，善恶不分，颠倒枉曲，起诸邪行。举个例子，就是《西游记》里面，然后贪嗔痴，贪猪八戒就代表贪，因为他贪吃贪色贪财。孙悟空他代表嗔，因为他动不动就好斗生气，对吧？动不动就是杀生。痴，沙和尚他比较愚痴，他做很多事情没有智慧啊。那这个贪嗔痴最终被谁征服了呢？被这个善念、被慈悲的唐僧给征服了，最终去了西天，取到了真经，对吧？因为释迦解释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以呢，人在做天在看，举头3尺有神明。你不可以作恶多端的话，最终下地狱啊！这释迦的解释。然后呢，如果你一直行善，对吧？你以后呢，死了之后会上天堂。佛4大皆空，神正直无私。增一阿含经里面提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古代就是有提到，就是这个仁慈，妈妈是非常仁慈的，因为小孩是她生的，她比较善良，所以呢，宁舍当官爹，不弃讨饭娘。为什么民间有这一句话呢？就是因为这个仁爱，母亲的仁爱品德。然后易传，然后就是文言传，这个昆文言上面提，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之，是这个刘备在临死之前对自己的儿子说的。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因为是小恶就去做，不然最终会迷失了自己。不能因为是小善就不去做。我们积善成德，慢慢积累。什么是道德呢？道德就是认识超越时空的大自然运行法则，此之谓道。教导人类如何顺从大自然的法则，不逾越的做人，此之谓德。
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愿望做小人。然后这刚刚解释过了，就是君子他懂得什么是道德，小人不知道什么是道德，所以呢，他就有这个乖舛的这个不好的命运。弟子规为什么要落实弟子规？什么是弟子规啊？弟子规是清代教育家李毓秀所做的三言韵文，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6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这个文艺，以3字1句2句为一韵编撰而成，全文共360句，1080个字。弟子不是小孩子的意思啊，弟子是孔子的学生，核心思想是儒家的孝悌仁爱。得日进，过日少，就是这弟子规里面，就是我们每天呢要关注自己啊，是不是我们的道德每天都精进了，我们的过错每天都变少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我们身上发肤，对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以损伤，不然的话，爸爸妈妈都会忧伤，就会忧伤担忧。德有伤，贻亲羞。我们的道德不能败坏，我们要做有德行的人，不然的话，我们父母会蒙羞。非圣书秉物事，必聪明坏心智。那些比如说违反伦理道德的书，或者是一些邪淫的淫乱的一些书，我们不可以看，不然的话它会让我们变得不聪明，会坏我们的心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所有的事情我们做的不顺的话，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原因，不要迁怒于人。我推荐大家看一下蔡礼旭老师的《弟子规》讲座。那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呢？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正确的人生观。就是在富贵时能使自己节制而不挥霍，在贫贱时不要改变自己的意志，在强权下不能改变自己的态度。我们要三观要正。什么正确的金钱观呢？我们这个劳动才是最珍贵的修行，所以我们这个钱财呢，要通过诚实劳动，通过合法经营，对吧？照章纳税，然后来获取，否则的话会怎么样？就会是凶财。凶财有个特点就是凶入凶出，对吧？赚得快，花得也快，而且还带来灾难。好女呢不想嫁中财，好儿不想祖宗财。而且还要就是让自己的妻子幸福，不可以亏待自己的妻子，也不可以搞什么婚外恋啊。现在很多老板动不动就报案来，或者是对吧？这种会导致怎么样？就是坏了自己的财源。那些离婚的那些他们的这个财源都不会兴旺。因为他们妻子不忘他，因为对吧，他得罪了他的妻子，所以诸事不顺皆因亏孝，智慧不开皆因亏师，财源不兴皆因亏妻。那比尔盖茨、马云、李嘉诚为什么要做慈善呢？因为他们得到人生的真谛，对吧？那他们通过帮助别人，然后呢得到最终的快乐，而不是自己的这种享乐，对吧？这个真正快乐，真正一个成功人士，不是说他有多少金钱，然后他住别墅，然后开豪车，他就是这个成功人士，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首先他要为社会做出多少贡献，他解决了这个社会的就业，对吧？提供了多少这种岗位，是否为人民服务，对吧？去有没有这个关爱这个孤寡老人，对吧？还有这个有没有资助这个贫困大学生？这个是显示一个人成功的
这个标杆。人为什么会生病呢？人生病有4种，一为天上的病，天冷、天热、感冒、发烧，一是地上的病，吃五谷太多，细菌、农药、抗生素、地沟油，病从口入；一为自身的病，七情六欲，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怒则伤肝，喜则伤心，思则伤脾，忧则伤肺，恐则伤肾。这个是《黄帝内经》上面说的，推荐就是看向金明医师的这个人为什么会生病，里面讲的非常详细。所以呢，有一些人为什么得癌症呢？他这些人呢，他们就是性格内向，然后心胸比较狭窄，自卑自怜，不喜欢与别人交往，喜欢自责，不易发泄这个愤怒。然后为什么得哮喘呢？因为胆小内向，好幻想，这些都是有原因的。还有这个慢性腰痛呢，是因为疑虑、精神抑郁等为比较多。荨麻疹，渴望得到同情，有罪恶感、自我惩罚等等等。这个大家就是七情六欲，大家不可以太过。具体的可以看一下《人为什么会生病》这本书。那为什么古代皇帝平均年龄只有39.5岁呢？对吧？那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因为皇帝他3宫6院72妃，对吧？最终就是伤了身体，只能活39.5岁。在《黄帝内经》上面有提到，就是男人房事30岁8天一次，40岁15天一次，50岁30天一次，60岁要停止。肾主骨生髓，精生髓，髓生海。肾经、脊髓和脑脊液是相通的，纵欲过度会导致脊髓和脑脊液大量流失，记忆力会衰退。肾经是用来滋养五脏六腑的，常年流失会导致五脏衰竭，然后就中风、糖尿病、尿毒症。《黄帝内经》上面说的啊。然后香港有一个明星纵欲过度，然后28岁到医院一查，结果是脑萎缩，也就是脑脊液流失光了，这个人28岁死掉了。诸子治家格言上面有说到，见色而起淫心者，报在妻女，这是因果报应，有什么样的因，就是得什么样的果。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所以呢，我们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然的话，警察不来找你，灾难来找你。所以要弘扬正能量，做个有福人。还有一种就是灵魂，有很多人堕胎就是佛家有提到，就是冤亲债主，就是那些胎儿的亡灵啊，他可能会在你家附近一直不走，对吧？然后会祸害。深圳某资产过亿的一位老总，自己血压一直居高不下，跑多家医院检查不出来问题，然后一位老师，然后跟和他的夫人沟通之后，发现就是说这位老总他婚前的女友打过胎，跟他一起打过胎，对吧？然后他的夫人呢，也之前跟他结婚之前呢也堕过胎，所以呢导致就是血液一直居高不下，然后老师建议他就是超度亡灵，然后诵地藏经，然后差不多半年时间，最终他这个血压就降下去了。那这个有很多东西，这个科学现在还解释不了，那可能以后可以解释，对吧？大家想一想，回去之后要怎样孝顺自己的父母？回去给妈妈洗碗，对吧？然后给妈妈洗脚，到过生日的时候呢，要给妈妈磕头，因为我们的生日是妈妈的受难日啊，要孝敬父母。你准备怎么样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三孝人生：第一，孝勉；第二，孝顺；第三，效仿圣贤。每天早晚读一遍《弟子规》，然后3日而行如身，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改变命运3部曲：第一，改过忏悔；第二，积德行善；第三，谦卑恭敬。然后提醒大家要锻炼身体，建议大家平板撑、俯卧撑、卷腹、高抬腿蹬马步、跑步、慢跑，这些对身体特别好。为什么？因为人类这个进化可能上万年，它以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通过劳动、田间劳动来生存，所以他们的身体都特别的健壮。现在的人呢，就是大部分坐在办公室，缺少劳动，所以我们要通过这种额外的有规律的运动让自己提高这个体质，最终才可以改变命运，对吧？这个是改变命运的一条法则。好，谢谢大家，今天讲到这里。